好，大家好，太久没更新了，因为实在是太懒了，而且去年事情比较多，于是就这样被动领到了年更 UP 的头衔，放了这么久的鸽子，先给大家道声歉。当然不会就这么简单道个歉就完事了，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惊喜，比如直接送手里这双全新弘毅8111，在弘毅回归它的原价之后，现在市场价应该2000多吧，够有排面了吧？对，大家可以把牌面打在公屏上，但是呢，我还没有想好具体该怎么操作，因为这双靴子是一位热心观众赞助的，他明确表示要把靴子留给真正需要，也就是穿美码8.5的人，万一收到的幸运观众穿不了，那也挺麻烦的，所以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操作。总之大家先关注一波吧，大家的留言私信啥的我基本都看了回了。上期是我第一次出镜做视频，的确是出了不少问题，比如声音比较奇怪，这是因为我上传前把视频整体加速了 25%， 结果导致音调啥的全变了，效果比我手里的原速版本差很远。再还有我人胖脸大头大，坐下来喜欢抖腿晃动，初次出镜表情不自然，莫名紧张，这类毛病全都属于我的个人问题，没得洗。但好在视频的最终反响挺好的，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。我以为这种小众内容能有几千播放量就不错了，但没想到点赞量和涨粉量比我过去2年在工装靴公众号上写的70-80篇文章加起来还要多，这就很夸张了。要知道我那些文章每篇都是我自己费了很大劲写的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反正我认为每篇都是精品内容。总之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我会再接再厉。我对这个频道的规划是一开始以科普基础知识为主，后期会发点单品开箱、使用体验等等，让大家看看那些价格比较高的小众东西到底是个什么样。希望我的兴趣能够支撑我更新到那个时候吧。本期视频的话，我们还是聊点深度的。我相信很多人在网上搜索工装靴的时候，会看到所谓的北美4大靴王、日本匠人手工紧致工装靴等等之类的内容。看了各种重度滤镜图片之后，觉得很中毒，然后就很想入手，结果呢，去淘宝查一下价格之后，就默默退出了页面。曾经我也是这么过来的，所以呢，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，为什么这些原本属于劳保用品的工装靴，现在却卖得这么贵？我的钱到底花在哪儿了？它的成本究竟是多少呢？有了问题，就得去寻找答案。我本身玩了多年的靴子，结识了不少业内人士，参观过生产缝制鞋的工坊工厂，很熟悉一双靴子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。在这里，我结合我自己的认知，再加上请教缝制鞋大厂生产负责人得来的第一手资料，把各种认知盈余贡献出来，尝试着解答一下这些疑问。本期视频可能会非常长，大家可以点击目录快速跳到自己想看的内容。工装靴为啥这么贵？我认为主要原因有3个。一是本身出厂价较贵，这点放在后面成本剖析部分会进行非常详细的讨论。2是部分工装靴的属性发生了改变，一些耳熟能详的品牌，比如弘毅、北美 N 大靴王，从创立到现在一直都在做工装靴，其中主要有2条产品线。一是真正给工装劳保客户生产的实用工作靴，也就是包含耐火、耐寒、防油、防穿刺、防电击、带钢头保护等等特效的那些。这条线是实用至上，各种技术会跟随材料科学、工程学的进步，行业标准的提高而更新换代，价格是跟随着市场通胀情况缓慢增长的。而另一条产品线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复古线，各家叫的名字不一样，无非是 Heritage、Legacy 那些词汇。这条线生产历史上存在很久的款式，比如伐木靴、猎装靴、工程师靴等等，主要消费群体是和你我一样的一帮复古爱好者，追求那种耐用复古的味道。但对于大部分城市通勤人来说，其实也用不到这些靴子的功能属性。由于复古鞋型说穿了就那么些，各品牌这些年喜欢不断换皮整活，然后各代理搞定制合作款、搞限量款，使得这条产品线的价格在这10几年里加速上涨，基本可以看作是复古潮流线了。我知道玩复古的人很不喜欢跟潮牌潮流啥的放在一起讨论，但在这
这个产品线上，这两者是有部分共同点的，不论你承认不承认，这都是正在发生的事实。现在大家去网上搜工装靴相关的内容，曝光率高的型号基本上都属于这条线，所以根据第一印象效应，就导致大家一提到工装靴就觉得很贵了。第三个原因我不知道怎么概括比较好，暂且归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吧，它是跟第二个原因相辅相成的。上面说了，做得久的知名老牌卖得贵也就算了，蛋疼的是很多后来的品牌直接根据老牌的价格来定价，也定了一个比较高的价格，甚至有不少日本品牌定了比老牌还要高出不少的价格。这也没办法，日本市场比较奇怪，大家知道部分日本人非常的精神美国人，很崇拜美国的东西，到了工装靴这里就导致美产靴子在日本卖得很贵，而且还有不少人买。部分日本人觉得这个市场不错，于是这就催生了一批日本工装靴品牌的诞生。他们对历史上存在的款式进行改良，提升做工细节，然后定出了更高的价格，却依然卖得不错，而且还受到了海外玩家的追捧。来，请跟着我一起念：日式营销天下第一。有了日本人的神助攻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众多品牌前赴后继，一起抬高了这个市场的平均价，而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。我甚至时常感觉现在的工装靴市场已经比较畸形了，真的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一双靴子吗？所以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，正是因为一直有人买，这些个牌子才会卖这么贵。只要你不买我不买，并且带动更多人不买，明天它就不可能涨200，甚至还有可能跌200。记住，时刻警惕消费主义陷阱，你懂的。我相信市场终究会教这些牌子做人的。以上是从品牌发展过程来分析贵的原因，下面我们从制造流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工装靴到底贵在哪里。工装靴到底贵在哪儿？首先我们得明确一双靴子是怎么诞生并来到消费者手上的。我把它主要拆分为以下环节：立项设计打样、批量制造、运输到自营或者代理仓库、消费者购买。每增加一个环节就会多出好几种费用，比如从原料到样品需要设计加工费，从样品到批量制造需要搞定机器工具，雇佣更多人力，从原产国到仓库会产生运费关税，消费者从不同渠道购买又涉及到品牌自营或者代理的运营成本、毛利润、打折营销费用等等等等。靴子作为一种工业品，背后自然经过了无数双手，靴子的售价至少覆盖了设计师、工人、厂长、店员的工资，各种房租、税金、经营成本、媒体推广费、网站搭建维护费用、品牌的利润、代理的利润等等。这些东西吧，其实与其他消费品也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，无非是各个费用的占比有所区别。今天这个视频就是让大家弄清楚各费用的占比到底是多少，尤其是大家最关心的出厂价，也就是包含了一双靴子物料成本、加工费、工厂利润的总价格。有个比较常见的概念叫加价倍率，就是最终定价与出厂价的比值。在这里我先说个结论，工装靴算是一种加价倍率没那么高的消费品，也就是说它的出厂价占定价的比重是比较高的，一般在2到4左右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一双工装靴的售价是2400，那么出厂价大概会在600到1200，这个加价倍率对比大部分服装和运动鞋来说属于比较低的了。那么接下来就用几个有代表性的品牌为例，分析一下成本。之所以我把大家都关心的这个部分放在这里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一开始就讲这个皮多少钱，那个底多少钱，肯定会有很多人来杠我说，给你几尺皮，你能做出靴子吗？给你一把沙子，你能做出 CPU 吗？所以说我预判了你的预判，于是我现在才开始讲这些东西。下面我会详细介绍物料成本、出厂价、设计成本、营销成本等等内容。先来物料成本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现暂时只用零售价格来计算，并且尽量往高的方向预估。大家肯定知道，规模大了以后，单件的成本可以压得更低，而靴子作为一种工业品，自然也显著受到规模经济效益的影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双工装靴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，以及各部位对应的成本。这里还是用知名度比较高的红蚁8111来举例。先从外面能看见的地方开始，先是鞋面。鞋面是由各部分的裁片组成的，一双靴子左右2只脚加起来大概需要4到5尺皮革，我们就按5尺来计算。红蚁的这个 SB 福特厂的皮革在美国的零售价换算成人民币1尺在40左右，那么鞋面就需要200元。鞋面是材料成本里面占比最高的了。那么继续说完了鞋面，接下来就是沿条。
就是这一圈皮革制成的条状物。一双鞋需要用到 1.5 米盐条，而811这种真皮盐条的价格在20左右1米，所以盐条需要30块钱。下面说说内底大底的成本，内底是与脚接触的那一层，每一层需要30块钱左右。2只鞋一共2层，加起来就是60。后跟部分有一层真皮半垫，一双鞋6块钱，有的鞋还会有皮中底，用的也是厚植鞣革，价格跟内底差不多的。接着就是大底了，811已经升级成成本更高的 Vibram 430鞋底加后跟，零售价在160一对。当然，大批量找 Vibram 拿货的话，肯定不会比原来的大底贵太多的。再就是鞋眼，鞋眼加开扣，一双鞋大概2块钱吧。最后我们将注意力放到看不见的地方，先是内衬，811只有部分内衬，而且用的不是真皮，而是便宜的帆布，成本很低，一双鞋4块钱吧。再就是前后支撑港宝，用来定型鞋头和后跟的形状，一双鞋加起来8块钱吧。接着是钩芯，一对2块钱，然后填充的软木按1块钱来算。此外还有用来连接固定各部位的胶水、缝线、钉子了，一双算2块钱吧。最后就是鞋盒包装，一双往高了算10块钱吧。那么811总计的物料成本就算出来了，按照零售价格来算，一共是。好了，知道了弘毅811的大致成本，以此为基准，我们还可以很容易的算出其他知名工装靴的物料成本。比如我这双固特异版本的Viberg 2030用的是很常见的霍尔文 C-2 牛皮，这个皮革在加拿大的零售价在70左右一尺，所以这个皮料成本会比811贵上140左右。另外2030多了一层皮中底，所以再加60。再就是 Viberg 用了部分皮内衬，所以再贵20左右。鞋底的话，这种 Dynite 凸点橡胶底和 V 底的价格差不多的，别的辅料则基本一致。考虑到 Viberg 定位更高，规模明显比弘毅更小，所以往高了算再多加几十100吧。最后固特异2030的物料成本按照零售价来算，应该在780左右。举了2个例子，大家应该对工装靴的物料成本有一定认识了。这些价格信息可以很方便的在国外皮革厂官网、皮料经销商网站、1688等地方查到。以上列出的仅仅是零售价，一个稍微有些体量的这些品牌，他们会与当地的知名皮厂、鞋材厂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，所以批发价会比零售价明显低很多。比如霍尔文 C-L， 如果美国本土鞋厂拿10几万尺，可以把价格压到30-40，甚至比我想的还要更低。所以要把上面算出来的物料价格打个折，才是这些外国鞋厂真实的物料成本。我这整理了一个表格，列出了不同的品牌、型号、皮料、底料、重量、零售价等等信息。有了这些信息，相当于给了大家一个评判工装靴因素式的方法论，大家可以分析不同的皮料、工艺、底料等等要素，运用排列组合大法来估算不同工装靴大概的物料成本。物料成本知道了，就得考虑加工成本了，不然就犯了用沙子成本来抠 CPU 售价这种错误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加工成本。首先我们得知道一双工装靴到底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。下面我用工装靴上最常见的固特异工艺来举例，我从完整流程中截取了关键步骤。先是下料、裁片、缝制出鞋面，接着绷旋，使得鞋面成型。再就是缝制沿条，将沿条与内底上的布条用内线相连接，接着填充软木，联合各层底并缝制起来。最后就是打磨、后处理、包装。以上是往粗略了说，就这么几步就完事了。但要是往细了说，可以分为100-200个步骤。可以看到，即便是比较流水线的固特异工艺，需要人工参与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，因此加工费不会便宜，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国家。如果像小白那样使用了手缝沿条 Stitch Down 工艺，工时和加工费就会更高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工装靴的制造属于半自动半手工，这是一种已经成熟了100年以上的传统制造业，相当于工业 1.0， 不像现在工业 4.0 的高精尖科技制造业那样日新月异。所以千万不要对工装靴制造产生太多迷信，那样就坠入了商家营造的消费主义陷阱。接下来我们就来估算一下加工费。我通过每个品牌不同规模和性质、皮革种类、工艺复杂程度、鞋厂的年产量、当地鞋厂工人的中位数收入、品牌特卖清仓的价格、海关税单、代理商拿货价格等等条件，估算出了一双鞋大概的出厂价。我这里选择了几个市场上有代表性的品牌，根据规模和性质分为小作坊、小流水线、大流水线这样3类，然后列出了每个品牌最常见的几个型号的出厂价。这些数字肯定是有偏差的，但我相信应该和实际情况出入不大。从表格可以看到，限定为同规模、同性质、工艺，大多数国外品牌出厂价的确较高，这是因为国外人工成本普遍贵。此外，因为国外品牌做得久，品牌定位高，
所以加价倍率也相对较高，使得最终的售价也高。比较另类的就是 Mermin 这种在上海生产的国外品牌，加价倍率低，定价也低，所以很符合我之前对它价格屠夫的描述。国内品牌目前没有做得久的，然后定位也普遍低，即便出厂价不低，但最终售价也不算高，所以不论在哪里都能看到国产靴性价比高类似的看法。从加价倍率来看，这个说法是没错的。当然了，同样是国内生产，也有 WeSwim 这种高倍率、高定价的国外品牌。中国制造的确很卷、很强，即便是售价200-300的固特异都能做出来。如果加的钱足够多，各种工艺细节，不论是用手工还是机器，都能有高水准的呈现。此外，还有 Road Club、白云这类极端的国外品牌，他们是一个人的作坊，出厂价没法计算，他们每年的产量很低，主理人得确保自己有一个高于当地平均水准的体面生活，于是定价相当高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不同规模和性质的品牌没办法直接对比出厂价。小作坊一般使用传统手工生产，固定成本投入低，效率低，加工成本与工时、人工成本高度相关。打个比方，如果小作坊做一双工艺简单、细节要求低的鞋子，加工成本并不高。反过来，如果仔细打磨各种细节，花好几天时间做一双难度高的精品，那就会很贵了。而流水线一般需要重资产的投入，大量使用机器来提高效率。每个工人每天可以过手几十、上百双鞋，加工成本除了与人工成本相关外，还得考虑大额固定资产折旧、机器的维护成本等等。所以规模和性质不同，出厂价不好直接对比。此外，对于机器和手工，千万不要搞二元对立，不能二极管的认为手工的就是好，最终还是得看出品效果和消费者自己的追求。有价值的一直都是高水准的手工以及高水平的先进机器，它们的成本都不低，而且都能卖得很贵。营销成本与经营思路，先来说说营销成本，这里就涉及到不同品牌不同的经营思路了。有的牌子给代理留的利润多，而且卖得多会给代理返点，代理卖不掉的还能折价还给品牌，于是代理会竭尽所能进行宣传，有时候可以动用各种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活生生的捧红一个品牌。随便一搜那些照片用心拍摄、喜欢长篇大论甚至睁眼说瞎话的代理，大多都是这个路子。永远记得，文案越长，溢价越高。$2000，那是成本，$4000起。你别嫌贵，还不打折。有些牌子给代理留的利润少，代理起到的营销作用不够强，于是品牌会自己建立专门的市场部门，自己做营销，或者给广告公司打钱让他们来做。有些牌子不搞代理，只自营，营销、开店、售前售后什么的全都自己上，其中又有细分的经营思路了。因为不搞代理，所以品牌能够获得更多毛利，这部分毛利有的品牌会选择让利给消费者，少做营销，保持自身的性价比，而有的牌子则会拿重金去做营销，各种买流量，做出高溢价。这2年因为疫情导致很多品牌产能降低以及运输成本增加，所以很多品牌的出厂价都涨了，其中有些比较霸气会进行夸张的涨价，而有些则会选择隐忍，用不涨价来吸引消费者薄利多销，还有些则直接消失了。在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，品牌自认为的薄利多销往往不起作用，现实中反而是高溢价的品牌嗓门大，卖得好，而低溢价的品牌因为淹没在其他品牌的高曝光里，最后反而更难活下去。市场就是这么的残酷。这里我不禁想到了被贪污$3000万仍然巍然不动的神奇品牌 Auden。 在这个领域，90%以上的牌子就算$300万都能让它伤筋动骨好久了。不得不说 Auden 在商业角度是相当成功的了。除了 Auden， 比较成功的还有 WeSwim 以及这10几年越战越勇的 Viberg。 经过我上面的分析，大家应该都能知道他们成功的原因。我说这些虽然是一家之言，但这种现象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其他成本，先来设计。其实这些知名鞋款往往来自品牌几十年前就已经存在的款，并且多年来一直按照当年的样式在生产。部分新出的款式也是在已有的经典款上进行少量魔改。高情商来说就是老祖宗都是这么做的，非常的 heritage。低情商说法就是设计成本经过这么多年的平摊已经非常低了。此外还有品牌日常的经营成本，比如办公场地使用费、管理、法务、销售、门店租金、网站搭建维护费用等等类目很多，而且不同品牌差别比较大，这里就不详细讨论了。代理价格分析，最后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代理拿货价格。一般来说，根据代理不同的规模以及不同的品牌策略，代理拿货的价格在定价的4折到7折之间。我知道很多人得知零售利润比例后会觉得不舒服，这很正常。作为消费者，我们都希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但这只有在少数直营品牌那里能够做到了。但是呢，代理实际的利润也不会那么的高，
还得承担拿货的运费、税费、店铺租金、店员工资、压货成本、各种经营支出等等，而且代理不可能把所有货品按照100%的价格卖掉，也不可能一拿到货就很快卖掉，而且代理也有它存在的价值。比如我们都希望售前对接能尽量专业，解答消费者的各种疑问，而不是把我是你爹挂在脸上。代理的实体店能提供更多楦型、更多尺码宽度的试穿，而不是为了卖货强行说你穿的合适。售后也尽可能完善，质量问题及时维修更换。我们反感的是闭着眼尬吹，溢价过高，赚了钱却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，甚至喜欢说自己不赚钱没收益，最后却开上了法拉利。这种代理我相信大家都嗤之以鼻。总之，这些就是品牌、代理、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博弈与均衡。OK， 说了这么多，也该将近尾声了。其实吧，告诉大家这些知识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和商家死磕成本，你几乎不可能用出厂价买到一样东西，除非你是某品牌老板的亲朋好友，比如海王，那样 Free Willers 老板安井就直接送给你了。更不要直接用物料成本去强行对比不同的靴子，那样子的话就挺极端的。一双靴子简单来说可以分为皮质、做工、楦型、品牌认可度这4个部分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，不同人对这几个赋予的权重不同，最终都会做出符合自己主观喜好的选择，所以不用太在意别人说一个东西好或者不好，买自己喜欢的就行了，用好7天无理由，自己多去感受。对于靴子来说，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你通过反复观看我的视频和公众号文章，既明白了做工、用料、工艺等等基本盘，然后又能从审美的角度去选择适合自己风格，做到真正理性的去玩靴子，也就是知道自己到底在为什么花钱，而不是被一些商家的营销信息所误导，并且进一步去传播错误的信息。以往这个圈子没多少分享客观信息的人，大多数是把商家宣传语拿来再转发一遍，这样其实挺不好的，营造出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，最后受益的只有品牌和商家，消费者往往只能用不断涨价的价格去买到自己的喜欢的东西了。希望这个圈子能出来更多愿意说真话的人，当然最重要的还得是警惕消费主义陷阱。我自认为是一个理性、追求事实真相的玩家，我知道这期视频注定会引起部分商家、玩家的不适，如有得罪那就你过来啊！反过来讲，靴子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一个外部事物而已。当你不在意别人说你的东西好不好，尝试着去接受一下与自己固有观念冲突的信息时，说明你也回归了理性，也就算是玩明白了。今天就到这里，一不小心又做了一个很长的视频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各种表示一下。有缘的话，我们明年再见，拜拜。